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蛇口伏击成功，上期视频所讲的左侧买点，2天上涨30%，接下来可以等待右侧加仓机会。特斯拉也出现了买点，后续波段有上涨机会。美股高位震荡上涨，日内15分钟密切关注，趋势转变正在发生。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21期的视频。那么阿财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重点的纳斯达克指数环境的分析。那么阿周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的观点，还有15分钟的日内趋势如何跟踪，15分钟的变盘时间，今天又是哪个时间点？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的分析。在个股上，阿周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尔威、谷歌、微软、MSTR、蛇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皮尔提亚、美光、亚马逊、AOI、LIT、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日常的温馨提醒，你会发现我们的视频当中的目录会涉及比较多的内容，所以阿哲的视频呢一般会偏长。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去完全的阅读观看，所以也把所有的内容呢制定了一个时间轴，您点击下方的时间轴可以跳转到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第一部分的观点回顾。因为阿哲呢在5一假期停更了几天，所以可能对之前的一些内容，我们有些同学可能有所忘记了。阿哲呢再次来回顾一下，当前市场呢是属于阿哲认为指数是左侧的高位。虽然呢我们在平时的视频当中有讲到，比如说像科尔威、像蛇口以及呢 AOI 等个股，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出现了买点，但其实还是以短线作为交易，并不打算呢长期或者说中短线的这种波段看涨，因为当前的指数环境其实就处于一个随时可能会发生短线调整的一个地方，那么就很容易是一个高位。做波段交易在这个地方去买入筹码是很容易买在一些相对的高点附近，所以短线上呢可以去操作个股，可以做多，但是波段以上的交易呢在这里其实不太建议呢去建仓。所以当前阿哲对于指数的一个观点就是当前的一个风险还是大于机会的，而对于指数当前是属于左侧交易技术当中的第二个做空的区间衰跌空间。之前在9转的地方市场没有出现下跌调整，而后一直走到了9后的13，在13的区域呢，我们制定了一个空方进场的误差区间，就是24887到25292这个区间。那我们当时讲过，这种空方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可以等待价格出现明显的右侧下跌阴线，而后去开空，也可以呢等一下我们在第二部分15分钟之内趋势时会讲到的这种右侧的风险产生时去看空，亦或者是止盈。而如果是纯粹左侧相对激进的一个朋友，那我们在这个区间之内就可以上涨去做空单的一个布局，直到呢有一根实体过一半的阳线突破25292，那么这个价格之后我们再去做空方的一个止损。所以当前呢依旧属于左侧激进投资者空方的布局的一个时间段，而右侧的止盈和右侧的空单进场，那么需要等待15分钟日内趋势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当前阿哲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而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15分钟日内趋势的一个改变。当前呢，我们来看到目前这个图板是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呢，阿哲调取了一个指标叫上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呢是阿哲所进行一个设计研发的，是专门用来观察这个趋势变化的。所以您只要是我们频道的订阅粉丝同学，基本上应该都可以去安装，或者说基本都有用过这个指标。那么当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后续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频繁的用到。这个图表当中有一根线是一个白色的线，这根线呢叫做龙门线，是这个指标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代表一只股票本级别图表的中长期的趋势，也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趋势的一个分辨。当这一根线呢是往下运行的时候，就说明目前是一个熊市熊市的一个氛围，就是这根线往下，大部分的 K 线呢在这根线下，而后价格的上涨都会遇到这根线成为一个阻力，所以这是之前下跌时的一个氛围。而当市场转为一个牛市时，不管是日线周线都可以这么去看。目前我们用的是15分钟，这根线只要是往上的，
就说明当前还是一个本级别图表15分钟的牛市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当中，大部分的 K 线是在线上运行，只有偶尔出现跌破这根线的情况，但这根线一直保持向上的。而牛市的氛围当中，就是每一次出现回踩这个线时产生的低点啊，后续都会新高，而且这个低点后续也不会被再次的跌破，所以这是一个牛市所常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所出现的破位行为，反而后续都是低点啊，而后它都能够出现新高，回到这一个线附近时，都产生了支撑，而并没有有效的跌破，后续这些地方所产生的上涨都能够新高。好，只要这种氛围，只要这种节奏它不改变，那么当前的15分钟就还是保持一个牛市。那么在日线上呢，这一波单边上涨就还没有出现右侧的一个风险，所以15分钟我们就要关注好这根线什么时候被跌破，并且跌破后它无法站回去，遇到这个线反而产生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右侧上所出现的一个风险点的产生，日内我们就可以看到。而那一刻呢，就是作为最右侧最保守投资者，在做本次这一波加速行情之下的一个卖点止盈点。而在此之前的15分钟，目前的节奏是还没有改变的，所以右侧的一个风险是还没有体现。所以当前我们所讲的只是左侧的一个开空策略，在右侧风险点未爆发之前呢，如果作为右侧交易，那么这里止盈它其实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变化。开空呢也还没有到一个右侧的一个程度，所以当前所有的空单都是左侧的，所有的止盈，所有的一个高抛都是左侧的。那么如果你是做右侧投资者，可以关注好这一根龙门线。当然你说阿哲我看不到这根龙门线如果您是订阅同学，目前没有用过的，您可以去找助教去安装。所以后续只要看好包括个股也是一样的，就如果您目前的个股也是处于单边上涨，你不知道怎么去卖的都可以看到15分钟这个白色线，它只要呢出现跌破之后是有止跌而后再次回归新高，基本上这种行情这个趋势就是没有问题除非有一次是跌破这个龙门线而后反弹无法站上有压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风险了。这也是我们曾经所讲过的一个跟踪的方法。所以以上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就是阿哲对于当前市场指数的一个观点回顾。一个呢是左侧目前是一个风险区间和它的一个左侧的开单的一个区间，就是这个红色块。另外一个是右侧怎么去看如果您是相对保守的，或者说您想要尽可能跟踪这波行情到一个相对的波段的一个尾声，那么可以用15分钟的这个日内趋势来去观察。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视频底下可以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那么会显示一个已订阅的图标，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未来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和探讨美股行情。当然，如果您想要不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那么也可以把这个全部铃铛都点开只要点开这个铃铛那之后阿哲的每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就会首次上架，就会直接通知到你所以这是一个订阅的粉丝权益。当然除此之外您如果是首次订阅阿哲是新同学，那么阿哲呢也有一些见面礼，那么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上海趋势图了如果您目前是看不到这个指标的您是首次订阅阿哲的，都可以呢找到助教去进行安装这个指标。在目前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对应卡片就可以找到助教让他教您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就行。您安装之后正常来讲，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装的呢是手机版本，就用手机就可以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15分钟的变盘时间。这个呢也涉及到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第2重福利是一个盘前的广播。在盘前广播当中，一般阿哲会给到一些个股的分析和指数的分析。这个盘前广播呢和阿哲的视频更新是不一样的视频更新呢，阿哲一般1周是2到3个，但是盘前广播只要是美股开盘，阿哲都会去写去进行发送，所以更新呢会更加及时。那像最近所产生机会的特斯拉、Coin 以及 Circle基本上都是我们最近的盘前广播当中都有提过的一个交易买点。所以盘前广播阿哲会讲到指数的分析和个股的解析。像指数方面呢，还会重点提到一个日内的变盘时间。刚才第2部分我们所讲的15分钟的趋势跟踪之外，如果你结合这个变盘时间去看可能效果会更好。
这个所谓的变盘时间，就是阿哲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日内15分钟盘中运行时容易产生高低点的一些时间段。比如说像昨天5月4号的盘前广播，阿哲给到了2个变盘时间，一个呢是9点45分，一个呢是1点啊。这个1点是阿哲这边的香港时间1点，大家记得转变一下时区。所以昨天呢，在9点45分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开盘的第一根 K 线啊，见到了一个低点，然后是反弹上涨。而价格下跌之后，再一次出现反弹的时候，也是在1点的时候。所以这2个变盘点呢，都是盘中2个反弹的低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注意一下，第一个变盘点也还是9点的15分，也就是今天的第一根开盘的 K 线依旧容易产生高低点这一点要注意。所以如果是在上涨时出现的变盘点，一般容易是一个高点如果是下跌时遇见的变盘点，容易是低点，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小概率呢可能会出现是加速不过这种概率呢会小很多。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下跌遇到容易是低点上涨遇到容易是高点。所以如果今天是开盘上涨，那么第一个变盘点一般容易是高点变盘，下跌遇到呢就容易是低点变盘。这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很多时候阿哲呢更希望大家去关注的是它的强弱转变。比如说一个上升趋势的强势行情正常它的强弱之分可以用变盘点来去关注。如果一个低点变盘之后它能够有新高一般来讲这个趋势还不算弱。但如果开始变成一个高点变盘之后容易去破左低，是吧？出现低点变盘之后它不容易去破左高，那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多空的转变。所以当前的市场呢是出现低点变盘之后是反弹出现低点变盘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反弹，所以开始要小心空方呢开始有所变化。虽然目前的龙门线依旧保持健康，但是从变盘点来看，空方在短线上开始又有走强的一个迹象。如果今天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变盘点它如果是高点变盘，而后的下跌是会破左低的这已经说明盘中继续变弱空方继续变强所以要小心这种情况，容易说明空方开始逐渐的抢夺优势。那么下一步呢，就有可能是再次的去进攻龙门线了，到时候就要考验龙门线的一个防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日内变盘点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教学，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讲解个股解析之前呢，那么阿哲呢把订阅的4重福利给大家再次的做一个详细介绍如果您是已经领取过的，或者说您是老同学了，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直接观看个股解析。那么4重福利呢，第1重和第2重就刚刚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那么除了这2重福利之外，阿哲相信如果您是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您应该是一个对技术分析比较热爱，并且想要学习并用于实战的同学。所以阿哲除了2重福利之外，还有对于一些知识点的分享。如果您想要学习更多不公开的知识点，那么都可以呢在内部课上去找朱老师报名内部的直播课程，可以去收听，可以去观看。像关于技术分析的分享会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早上10点如果是要听美股期权课程的分享，可以在香港时间周2到周5的下午5点这2个时间点大家去安排学习。那么像本周我们对技术分析的分享课程的一个课表叫做破译市场的一个密码，把握市场的一个趋势。如果您是今天才观看到阿哲视频，那么5月5号的这一个课程呢已经直播结束，大家如果想要参加，可以去找助教领取回放视频，也可以呢直接参加我们明天开始的后续3节直播课程。那么这是本周的一个课表，大家根据课表和时间可以进行观看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课程。那么除了右上角弹窗卡片当中可以去报名，去找到助教去领取这4重福利之外，在评论区阿哲也放置了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点击评论区置顶的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去报名我们的4重福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第2部分当中，我们要讲到个股的解析。现在来到我们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买点，那么阿哲给到的这个交易提醒呢，是在我们上周的这一根 K 线的时候，盘前广播所讲到的。那么这一根 K 线呢是一个阳包阴线本来呢就是一种止跌的强势信号。同时呢，它也是我们紫色标带上的一个买点。等一下我们讲到上海趋势图的时候会讲到这种买点的出现。而在之前的公开提醒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2个支撑位？一个是中期的支撑 352.42， 另外呢是一个 381.8这一个短线支撑。当下是跌破了短线支撑，走了一个震荡止跌，然后再启动。所以目前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是个假跌破，所以这里在支撑位上也可以构成一种再次破而后立的买点。
当下呢再次站上了之前的这个通道跌破之后快速站上所以这里呢如果能够不再次跌破，其实有机会产生波段的上行，而后去进攻之前所看到的通道的中轨以及通道的上轨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希望的是这一个买点之后它不要快速又跌破这个通道，那样就会相对弱一点。如果快速再跌破 381.8， 那阿哲觉得这个波段交易机会它就变得成功率比较渺茫，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或者说盈亏平衡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海区图，目前我们来看到上海区图的一个图表当前来说呢，其实特斯拉的整体趋势不算很好，这是日线图表，而日线图上的一个龙门线它其实走的是一个相对向上的，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牛市的环境。但不好的是它的 K 线已经大部分时间就在这一个周期之内，它已经有一半的时间在龙门线之下，这是不太强势的一种动作。我们说龙门线如果要真的很强势的话，应该是大部分的价格都在龙门线之上龙门线呢开始往上走，这种区间呢容易是一个牛市的初期所以当龙门线能够向上然后价格又离龙门线呢比较近最好是在它之上时，这种地方容易是一些启动点。而当下呢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是跌到龙门线之下了龙门线呢就可能会产生压力所以这里我们要反转，我们想要走强，想要看波段上涨，它其实最好是根据这个买点出现启动，而后快速的站上龙门线，而不是在这里出现压力那就比较麻烦。所以这里尽量不要出现的是下跌后对于龙门线反抽有压力往下破这个飘带这种走势其实就比较难搞了，后面就容易延续下跌。所以真的要波段走强，它必须要很快速，或者说要比较强劲的突破龙门线。目前龙门线的压力在 416.077所以这是第一个关卡。如果价格在龙门线之下，它上方的龙门线就是一个压力，如果能够过龙门线是吧，那么回踩它就是一个支撑，或者说在龙门线之上，它其实就看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交易时最好找的交易波段呢，就是在龙门线之上好一点但是特斯拉这个地方呢，就只能说看一下吧，有没有机会它还是突破龙门线。那这个买点的产生是回踩紫色飘带，紫色飘带是对于上升趋势的一个跟踪的一个体现，黄色飘带说明它是一个下跌趋势，那么紫色飘带的趋势代表上行，那么我们对于上行趋势的买点就是上涨后的回调有支撑就可以做一个买点，所以上涨回调有支撑有反包阳线就作为看涨点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它底下呢有一个红色柱这也是阿哲盘前广播所讲的一点红这个买点其实也算是一种增强的信号，所以短线呢这种买点呢后它出现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它这里不是很完美。相对完美的一次买点其实是之前的这一次，价格出现了一个紫色飘带，并且突破了龙门线是吧，上涨回调，这里出现了一点红价格呢出现了反包突破所以这种地方它反而就比较好所以当时呢这种是龙门线之上呢就很漂亮龙门线之下的呢就相对要面临一个龙门线的压力所以可以观察一下。那么以上是对于特斯拉阿哲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它是对于前期高点突破的一个失败的一个表现突破之后呢出现了连续阴线，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这三个区间为什么是压力，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引线之后有暴跌的这种动作，就以后大家可以去多关注。就如果出现了一根引线这种引线最好是够长2倍实体以上，就出现之后如果快速第二天是下跌的其实下影线也一样，就是下影线之后后续是一个明显上涨的，其实这种引线它就是一个支撑压力包括这个引线也是一样的，引线之后有加速，基本上这种引线的地方必然是在下次回踩时会有支撑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种比较简单的 K 线的一个技巧。好，所以当时这个地方被突破了说明这种地方它其实就有一个压力转为支撑这个地方也被快速突破，所以它呢也是一个压力转支撑。好，那么上方呢虽然被突破了，但它的抛压很快出现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压力，所以当前是有一个压力位往下撤回到了上一个突破的支撑位，所以当前这里是一个支撑线，所以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止跌很正常。一旦在这个地方出现止跌收阳，那其实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去突破所以这里要等一个止跌，止跌有效之后才往上看，如果这里止跌无效，那很容易往下继续穿是吧，穿到下一个支撑线再去看。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止跌有效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表，那么这个
交易机会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紫色飘带的上涨回调当中。好，只要是紫色飘带上涨回调，那么我们就可以关注它回调的一个买点。买点比较普通的就是止跌直接收反包阳线，另外一种比较好的买点就是胜率更高的，就是止跌它之前有一个蓝色 K 线，就蓝色 K 线代表的是一个超跌了，就市场呢短线超跌了，跌得太多了，跌得太狠了。好，那目前特斯拉，那么目前的英伟达其实也出现了一个紫色飘带上的蓝 K 这种紫带蓝 K 呢，它如果出现买点，它的胜率呢会比单纯的紫色带回踩会更好一点。好，所以跟之前这里紫带蓝 K 出现，那么止跌反包，那么效果会更好。而后如果出现蓝色 K 线反包的时候，它的 K 线最好是强劲的像当时这里虽然也是上涨回调，但是它这里面的蓝色 K 线它的突破是不太果断还有上影线，这种尽可能就要等一等，就不要随便买它可能还有继续的下跌空间。所以当下就是一个上涨回调紫带蓝 K 当前如果再出现反包阳线站上飘带，那么这里就可以构成一个回调的买点。而后我们再看一下上方压力能不能突破如果不能突破，那么就容易继续往下回落。但至少紫带蓝 K 是容易出现反弹的，但关键在于有没有买点。如果没有买点，它可能会延续蓝 K 连续下跌，所以超跌未止跌买入就偏左侧，所以超跌而后止跌去买才是右侧。所以当前可以等一个右侧买点，收盘反包而后站上 202.109， 那么就算是英伟达的一个买点，目前是还没有小心它延续下跌。而它的价格是在龙门线之上所以这一波回踩，如果这里不能止跌，下一个止跌点其实也可以看到185.076刚好也是前面这个影线的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目前的一个比特币行情，当前的一个比特币呢，其实出现了之前我们所说的通道未跌破，反而产生支撑而继续的启动，而刚好这个启动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底背离，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一个底背离。那么之前市场其实它出现过一个顶背离，就是以太坊没有新高，而比特币其实新高了，而顶背离之后容易有调整，而底背离之后容易有上涨。那么这个底背离之后，目前它其实又进入到了一个顶背离行情因为目前的以太坊它的高点还是没破所以这个地方只要维持上涨，顶背离就会在所以当前如果底背离没有去及时跟进一些个股机会，或者说比特币以太坊的机会的话，目前往上靠其实它越不能去买了因为你不一定这个背离会修复，所以要么就后续等待它确实加速强劲背离修复了是吧？以太坊新高了，那么两指数就恢复正常走后续的回调去买进要么就是等待这个地方一旦有明显的下跌 K 线出现时，反而是顶背离后的一个回调的一个短线空方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下的以太坊比特币目前又进入到一个顶背离风险区间而不是底背离的机会区间。所以如果之前没有买入一些币圈个股或者说一些币圈的一个交易机会的，那尽可能就等待顶背离修复之后再去找回调的买点会更好一点否则越往上涨，这个地方反而是容易有高点的这是目前阿哲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的一个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关于一些其他个股的一个分析了。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 CoreWeave。CoreWeave 呢，我们为什么标记的是绿色块呢？之前我们说过它的短线买点机会是什么？也是一个上涨回调紫带蓝 K 是吧？跟英伟达是有点像的只是英伟达呢它没出现买点，它出现了价格回调时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然后突破，因为它是紫飘带，所以我们可以默认它的趋势的延续。那什么叫趋势延续呢？就它容易有新高所以它当前是打了左边高点收盘站上，所以它目前就是一个趋势延续所以你的买点是什么呢？紫飘带的回调反包买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波买不进这种是左侧的一个交易机会。一般这个时候它的趋势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产生特别好的一个买点的，所以二次回踩这种叫右侧机会。右侧机会呢会偏高很多，但有时候甚至可能都没有右侧机会，可能涨一波就没了是吧？它这一次给到了，所以右侧呢在这里是一个买点。那么基本上看到新高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能够走多远。正常趋势结构只要出现这样的话，后续再次回踩其实依旧会有机会只是第一次的机会呢会胜率更高一点越往后它的胜率呢会偏低，因为它左侧之前是有一个神级九转所以它目前的一个转多线呢是在 128.87， 最好这里一波能够收盘站上 128.87这样的话呢，之前的左侧的一个衰跌结构就会被打破，那么往后可以看一下新的九转的产生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目前短线表现还是不错，昨天上次的买点出现之后这种
单边的走势，说明很强势啊趋势。所以大家呢，如果手中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的您呢也可以去找助教安装，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您找到助教，然后就让他帮您装一下。您可以看一下哪些股票目前还有这个买点，是吧？出现了只带蓝 K 而后反包突破的，那其实短线上还是有机会的。虽然目前指数处于高位，但有些个股如果有机会，短线还是可以做一波。我们可以看到，就最近这买点产生之后，其实它的振幅最多是21%，是吧？它的涨幅18.86%。那其实你这种行情把握个10%，是吧？整体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短线上2-3天10%，其实这种利润，哪怕是当前的指数高位，也是可以把握的。下一只个股呢，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呢就延续这种左侧单边上涨，它基本上还没有回踩飘带，飘带的一个支撑点在348.8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回到飘带附近，其实都是机会来着。当然，很多同学说那不回到飘带呢，其实不太可能。一个趋势上涨时，它不可能一直单边上涨，就是它整体来讲，虽然有时候会受消息面的影响，出现明显的单边加速，但这种情况下，它其实自然会回归到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当中的，就类似于基本面投资回归价值一样。所以在技术面投资上，它也容易出现短线加速之后回归正常的一个波动。所以正常来讲只要是一个走波段，它是不可能一直走单边，就走单边走这种相对的加速行情，一般是短期的一种现象，它往往容易会有回归，而每次回归只要趋势是不变的，它都是一个机会。所以当前就是走了一波中期回调之后，再一次走的一个趋势回复。所以如果这一波行情它真的是要走新的趋势的话，它肯定会有2次回踩给到机会的买点。如果它没有呢，第2次回踩直接击穿，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一个诱多，还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一个趋势所以只要它这里还是一个趋势行情，它必然的会有回踩，而必然也会有机会，就像扣位一样。所以当下就是一个左侧的地方，左侧的地方容易形成高点，那么这种地方去追的话，它的意义，它的一个沉重的风险盈亏比，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当下呢是在走了一个九转之后，突破了它的前一个九转的转多线。我们说突破九转的转多线呢，它容易走下一个九转那目前基本上这个九转的形成的概率就比较大了特别是8号 K 线8号 K 线的形成是跟4号比，所以8的收盘价只要在4的收盘之上，肯定是8号 K 线。那9号 K 线呢，只要在5的收盘价之上，就是9号 K 线所以其实它已经到了第2个九转临近形成的地方，但它不一定会非得要形成第2个九转，你才要去止盈，或者说才要去卖出这个附近已经说明容易是第2个九转的衰跌点那么这里呢肯定不能追的。所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微软，微软的看法就还是一样，价格走势走了一波相对中长线的回调，而这一次回调呢，它难得出现了一个破左高的一个行为。一般一个单边下跌行情，它是不会去破左边的一个高点，一旦破了左边高点，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一个中期以上下跌之后的中期反弹行情，而中期反弹行情的空间呢，一般会大一点，很多时候可能会碰到龙门线。所以当前这个走势，它是走了一个破左高2次回调，我们的一个趋势飘带。所以这里呢，可以往上看一个对于龙门线的反抽或者说延续的一个小趋势所以当前我们就依旧可以看2次回踩的一个加强点。从上周来看，它是回踩了一个龙门线400.885，而后出现了一个止跌，刚好在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之前我们说过，左侧买点是买在这种白 K 突破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其实是右侧的第1次。那么跌下来之后，等待对于这一根长下影线的2次反包，但目前不行因为这个反包的力度有很多上影线，所以这个买点呢相对偏激进一点最好能够更长的实体反包这个地方会更好，毕竟它还有一个缺口嘛，是吧？所以这里本身是个压力最好等一个明确上涨做2次的右侧买点。前面这一个第1次右侧买点它没有踩到飘带，所以还是一个相对想博弈一下，它是一个震荡2次启动不过并不是。那么这里就继续看2次的一个加仓。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这个2次加仓可能就不太想要去再参与呢？就是这个低点它还是被击破的时候就不太好了。那么这个回调可能就会更深一点，甚至可能会去踩一下2次的这种底部，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去把握这种仓位就要把之前这一次的买入呢止损，甚至呢把之前左侧的都要把盈利呢卖出一部分因为你要小心它可能会是个2次回踩更深的一个层次那就不太好不过目前还是安全的，因为飘带呢还有止跌，还有长下影线，只是等待一个更强的止跌做2次更多仓位的买进。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 MSTR 其实也是价格回踩之后的突破
这里呢它是不是也是仿包？那么像这个地方，不过它的买点不是很好啊，所以阿哲基本在盘前广播讲的就是 coin 了 ，MSTR 它并没有产生一个特别好的买点，它这个买点出现的时候已经是要追了啊，所以利润就会少一点点，买点不是说特别漂亮。coin 的话，它至少还有一个相对的仿包买点啊，所以呢那个买点还会比它好一点点，也是呢价格突破之后走了一个左侧九转，然后二次回踩再出现启动。目前呢181.49呢被突破啊，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不是说快速今天跌回来，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个新的九转产生，或者说一个酒后13的一个出现啊。目前呢是九转的第2根 K 线。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Circle，Circle 呢算是又是一种单边左侧的加速行情啊。Circle 做右侧还是有点困难的，所以我们最近对于 Circle 的提醒基本都是左侧的。价格呢下跌啊，九转之后出现了一波上涨。而后二次回踩蓝色 K 线仿包是吧？2次蓝色 K 线仿包，它给了2次买点，还算是一个左侧上比较不错的一种交易机会啊。它是一个上涨后的二次回踩是吧？我们第一个蓝 K 仿包是在公开视频当中有提醒啊，第2次蓝 K 仿包呢，因为阿哲没有发视频，所以是在盘前广播当中去讲到了一次啊，所以这是1次2次加仓机会啊，价格出现一个短线2天30%的上涨，所以左侧来讲这种机会其实就很难得很少见。但是，一旦把握还是挺开心的。所以当下走势呢是一个上涨回踩再次新高啊，所以当前飘带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如果今天能够收盘价再次站上啊这根天线上沿，那这个趋势会更漂亮啊。最怕的一个价格走势是突破之后快速二次回落，那么这里可能就是小高点突破就失败，那个其实就不太好。所以今天最好继续收涨，那就很漂亮。之前我们讲过这个价格的九转下跌后它的目标位。因为它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目标位呢应该可以看到前面的高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不走弱的话，就延续这种短线的加速，阿哲是认为它能够去突破136.65的。然后因为它走的是单边强势啊，15分钟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15分钟的龙门线是不是往上开始拐了啊？所以它要保持强势，最好龙门线是维持向上，甚至飘带都不要跌破啊，所以单边走势强劲。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飘带就不要说龙门线了，飘带最好都不要破，那个时候才能够维持强势。一旦破飘带，其实短线在右侧可以止盈一部分而后看一下后续往下靠近龙门线的表现，再去考虑加仓当然最好是不要破飘带，就连15分钟的飘带都不要破，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特别强势的一个加速行情，就说明这个加速还有机会周线上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它是一个左侧的周线的二次回踩周线上是趋势指标带的一个回踩，目前是上行，所以按照周线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趋势延续的话，它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左高之上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上行趋势。如果连左高都破不了，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定义反弹所以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就是它要过左高136.65才是一个正常的趋势环境所形成的。下一个股票我们来看到礼来呢，其实就是不给一个比较好的买点。我们看到之前讲过的一个左侧信号叫9后13，之前我们讲过，如果九转的一个转空线被跌破，那它会走到13，是吧？所以9后呢出现13的地方，它是一个左侧的信号，但左侧信号最好是有买点不过它这个买点不给我机会它出现一个蓝 K 之后，直接就跳空了，那没办法这个地方如果去买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出现左侧追高的一个嫌疑。那么左侧它除非你是下跌时就去加仓，但那种行为呢，其实胜率会低一些所以这个买点它不是说特别好去把握。而目前是还处于一个黄色飘带，所以只能够看一个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黄 K， 所以这里呢虽然有左侧提醒，但是它的买点不好把握，不好去买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只能说进入到了一个左侧当中的右侧风险点它是一个黄色 K 线，一旦这里破位就容易出现回踩回踩如果能支撑再去看紫色飘带的右侧机会会好一点所以礼来的话，这个股票没有给到太好的买点，虽然有信号但是买点其实并不好。而后我们可以关注它下方的支撑，龙门线是943.171而后下方的支撑还有一个918.557的飘带支撑。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的话就跟谷歌的判定是一样的，因为它突破了之前的转多线一直延续上涨到了下一个13和下一个九转，所以当前就是左侧的一波上涨，目前是没有回踩。它除了前期刚出现突破的时候出现了子带回踩目前其实第2次还没有回踩所以这一波呢回踩之后不过因为它前期回踩过一次，加速过一次，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上浪
好，二次回踩之后，可能下一步行情就会短一些，所以可以看一下下一次的短线机会是飘在附近，目前就是右侧的一个高点在塑造的过程，所以不能够在这种位置去追涨去加仓，短线也不要找这种股票。下方的一个支撑点呢是在312.92。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英特尔，英特尔其实也是一样，这种股票其实都一样，所以为什么指数目前的位置，阿哲并没有说这种地方去买像英特尔AMD 这种个股，虽然它还在涨，但是阿哲更想选的可能就是像特斯拉Circle 等等的这种机会，阿哲会比较更喜欢。就每个人可能对于买点定义不一样，阿哲更喜欢定义于回调的买点、二次回踩的买点，这种加速买点，很多时候阿哲是不会去做交易的。当前呢，它也是一个左侧单边加速加速过程当中呢，左侧那就还是等待回调去找机会。这里呢，它的下方支撑是79.913，而像英特尔的话，不管是周线不管是月线，它其实都算是偏高的地方，是吧？它的月线是出现了九转月线九转，一旦在这个地方去买，如果是月线一个九转下跌，那这个空间就有点大了所以月线目前是九转日线呢又是一个左侧的加速这种情况下，这种地方不建议去做太多的交易最多短线。短线目前其实也比较难。然后下一组股票是 APP 的话，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上涨回调的一个买点，是吧？当时这里出现了突破而后二次回踩没有跌破，再次启动它呢也算是短线有个机会，但这个机会其实一般般大概5个点左右的利润是有的不过走势不强势价格目前上行，它左边呢有一定的压力这里要突破才行能够突破至少就形成了一个趋势。如果这里就很强的压力直接来根阴线，那就得要跑了盈亏平衡也得要跑了，因为它这个结构整体来讲还是偏弱的，龙门线之下盘了太久所以一定要快速的过不能快速过反而出现阴包阳，反而出现一个运线下破等等的就不是很好。而后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股呢是出现了酒后的第2个13了，当然它不止这个13，它还有其他13但是它基本上是3种左侧信号都出现在这里了。而后昨天呢是一个冲高回落，高开低走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乌阴盖顶负阴线所以这个地方它对于左侧右侧来讲都应该是减仓信号，而不是加仓信号。下方的支撑线在110.01。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话，它就属于这种龙门线在它之上的股票，这种龙门线在之上的股票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走趋势之前呢，它会先要突破龙门线，而龙门线是属于中长线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它一旦形成压力的话，突破的概率成功性就会低一些，所以龙门线在它之下，这种行情呢容易走出趋势空间会大一点。如果龙门线呢在它之上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容易一不小心就有压力，这种连续性龙门线都是压力的行情。Meta 它是一个中长线看震荡下行的概率就会比走上升波段概率大很多所以目前 Meta 就不太好，哪怕有蓝色 K 线它也不是做那种中长线看涨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有蓝 K 出现，如果有反包的话，可以看一个补缺的一个行情但如果它直接还是破左边的长下影线的话，那这里说明很弱它还有延续下跌的需要。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RKLB 它是一个下跌时的子带蓝 K而后它的趋势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 RKLB 阿哲标记的也是一个绿色块也算是一个买点之前呢在我们的龙门线这里出现了一个止跌反包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属于中线以上的一个低点的可能性包括前面这种地方这个龙门线附近有九转是吧，都还不错。所以龙门线附近呢属于中长线的支撑区域，一旦到这附近如果有配合一些买入信号，是可以去博弈一下一个左侧的反向机会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反转的低点。好，那么第2次的机会就是回调回调出现了蓝色 K 线反包，所以这个地方作为2次回踩的买点。好，当然我们的防守位就是蓝 K 低点不能被破所以目前呢就还在蓝 K 之上，所以买点呢出现之后可以作为持股待涨。那么一般这种只带蓝 K 的买点一般就是子带的前高它是一个正常趋势。如果这种蓝 K 往上不能突破前高，而是再次走弱，这时候就要小心它会去走复杂的一个调整，就有可能是2次回踩龙门线。所以我们做子带蓝 K 一般要求的是它不要跌破蓝 K， 能够快速突破走高如果是在这里走震荡横盘太久了，那一般也是会走弱的所以子带蓝 K 一定要快速走强，这才是属于我们所要的一个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行情它走势是在走高之后走的偏乱一点
它也过了这个九转的一个转多线，然后走为了一个支撑啊，394.75，后续也没有被跌破，而是维持在这之上。当前呢是走到了九转后13的第10号 K 线啊，所以它这里也有可能走到13啊，基本上再涨个1-2天啊，容易走到13本周。所以这个地方最好还是等一个飘带的回踩，它其实飘带呢是没有回踩过的，都是比较临近，但是又没有碰到啊，就走出启动，所以当前还是可以上一个单边还没有回踩，等一下飘带的一个动作。飘带的上沿目前在387.296啊，它呢也算是一个走了一波左侧的上涨，不过不算很强的那一种啊，还是偏震荡的。而后有一个唯一标记红色块的是 PLTR 啊，因为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刚转为蓝色 K 线，所以这种股票呢，它其实可以作为目前指数高位时我们去考虑做空的一个标的啊。当然，这种做空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就是你可以左侧也可以右侧，因为它是黄飘带，黄飘带的一个左侧就是上涨时遇到这种黄 K 啊，黄 K 的话其实就像是用黄飘带左侧容易走出风险的一个地方，但右侧确认是一个跌破啊，所以当时这里是空方的第一次。目前2次反弹到黄 K 这里，如果再次走出下破，那其实就是空方的第2次啊，所以第一次交易点是左侧，第2次交易点是右侧啊，所以这一个信号如果出现不创新高反包阴线啊，那其实就是一个1-2的一个看空的一个结构。而我们的防守位，我们的一个相对止损吧啊，算是一个黄 K 的高点是吧？它这里如果被阳线突破，那就说明空方这里啊应该转变思路啊，这里有可能走强，否则按照这个结构 PLTR 还是偏空的，因为它是龙门线之下的黄色飘带，而后又连续性的高点降低啊，低点降低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容易再次破。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科技，美光的话就是突破了九转的转多线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九转啊，九转后转多线遇到新的九转，那么这里就形成新的左侧的衰跌区域，下一个转多线得要突破643.39，而后才往下去看个空间啊，否则在这里就说明多头从1走到9啊，已经从另外一个九转衰竭之后走到第2个衰竭区间啊，所以它得要突破643.39才能进一步看下一个空间，所以当前属于空间上有所衰竭，右侧等待啊一个风险信号。我们也可以看到15分钟啊，它的一个右侧，15分钟它也算是一个龙门线一直都是向上的啊，所以如果你要用15分钟的话，要用一部分的利润去进行一个防守啊，这个利润其实不算少啊，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飘带，它每次转飘带不能够快速站上时，就容易出现短线一波回调去龙门线啊，所以目前是转变黄色飘带啊，这里如果今天再次收一个下破 K 线15分钟，那其实它就容易往龙门线去看一下支撑了，所以这一部分利润是否要用来去进行一个防守，就看个人选择，差不多是这个缺口的地方。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啊，亚马逊其实也一样啊，来到了264.47，突破了这个转多线，那往下一个九转看，它其实也到了啊，它的下一个九转区间是283.89啊，作为转多线，那目前来到这里是一个九转之后的第2个九转啊，就跟我们所说的美光啊属于同样的一个境地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不过它的走势很明显，第2个九转是走弱的啊，所以这个比美光呢肯定更容易走弱一些。下只股票是 AOI 啊 ，AOI 呢在一波回调紫色飘带之后有反包阳线是吧？而且是多次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买点。我们也在之前说过，虽然阿德标记了这里是买点，但它只能说是短线啊，因为它已经走了好多次这种交易机会了啊。一般这种交易机会在一个持续性的紫色带上啊，正常第1次、第2次是最好的，往后的每一次呢，它的一个空间一般会缩短啊，所以这一次回调买进之后，它能够新高啊，其实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所以这个行情这一波空间就属于我们这一次右侧短线可以看到的，就走高之后一突破啊，如果走弱，那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这个兑现利润了啊，下一次再碰飘带再去看有没有机会。它的飘带呢，目前是在155.105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属于我们的下一个支撑点。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也是同样的啊，它是不是也是调到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前带子的反包啊，价格走势出现了一波上涨突破啊，所以跟 AOI 是一样的，就依旧是短线的2次回踩的看涨，因为它的紫色飘带太久了，这种紫色飘带持续太久的话，它是容易有一个中期回调的，这个回调要么是走时间，要么是走空间啊，所以这种地方一般就不要说持久拿太多拿太长。从周线和月线来看啊，它其实位置也不低啊，跟 AOI 是差不多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SOFI， 而这个个股它其实跟 PLTR 差不多啊，也是空方比较强势，龙门线下然后离得比较远，所以它有怪力反弹，所以这波反弹还是挺 OK 的不过反弹之后它的下跌跌破了飘带，所以相对强势一点所以价格走势跌破之后有一个运线，运线目前母线没破，所以这里是个压力，价格压力，虽然突破了止线出现了一个买点但这种买点呢就相对来讲是反弹的概率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买一小笔突破母线高点之后可以再加一些但本来这种趋势就不能加太多所以这里是一个买点，止损的是母线下沿跌破就止损。好，那上涨的话看的话，第一个目标位是谁？第一个目标位可以看到这个飘带下沿 17.574。那么以上是5月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